大家好，这里是袁某人。全球先锋赛开打在即啊，本来是打算做一期版本解读来作为先锋赛的前瞻视频，但写起来啊，总觉得不得劲儿。倒不是说对滔博打韩华不期待啊，而是总觉得这次先锋赛不够刺激。而我想到了一个更爽的赛制，能够极大的增加赛事的爽点。按我的思路办，我保证这个先锋赛的热度啊爆到天上去。在我看来呢，先锋赛的问题就是爆点本身太少了。虽然有全局 BP 的加持，但因为参赛队伍少，赛程短，结果呢也对 S 赛没有太大影响，所以你能够吸引观众的看点是极少的呀。拳头他也是知道少，所以才把赛程拉得那么短。说白了，因为先锋赛的版本是非常早期的游戏版本，一定不平衡，所以成绩不那么重要。第一赛段整个赛段它都是一个试验品，但现在呢是 S 赛无限拔高 ，MSI 的含金量都在降低的时代，一个不重要的赛事硬要办，那肯定就刺激不起来嘛，就像逼一个50岁的老公交公粮一样，你怎么嗨也嗨不起来。说到底，先锋赛只是一个只有赛区头名能够参加的 MSI mini 版，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，既不影响后面两个赛段 MSI 和 S 赛的含金量，又能刺激大伙嗷嗷叫呢？有的，兄弟们，有的。我觉得呀，第一赛段的这个结尾不应该举办全球性的赛事，只有一个参赛队的情况下，全球比赛真的吸引不了什么关注，除非有 T1。那我认为第一赛段的结尾应该重启洲际赛，强调的是小区域对抗，让更多队伍参与进来，吸引更多的关注和流量。我知道说到这里会有朋友说，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论，洲际赛那是打 BO1， 那作为第一赛段的卖点全局 BP 不就没有意义了吗？是的呀，所以洲际赛不能采用过去那种 BO5 里1对1分的模式，而是应该采用 COF 制。什么是 COF 制呢？给一些不懂的观众科普一下。COF 制又叫做擂台赛制度，是来自格斗游戏的一种竞赛模式，核心就在于呢，胜者继续，败者换人。就拿中韩对抗来说，两边4号种子开始打第一轮，那我们的4号种子赢了，那就接着去打 LCK 的3号种子，接下来输了，那就换 LPL 的这边3号种子，我们以此类推，直到打穿车轮战嘛。那这个赛制下的洲际赛，节目效果的上限绝对是超级高了。假如每个赛区都按之前那样出前4队来打，那一天一场 BO5， 赛程最快的只需要4天就能打完，最多也只需要7天，完全符合先锋赛的时间安排。对参赛队伍来说不是负担，而从队伍角度，只要能够赢同样顺位的对手，后面多打的那都是曝光。低顺位赢高顺位本来就难嘛，何况你是连战，输了的话舆论不会太差。我们就假设一下，两个赛区实力很近，没有任何一个队伍能够连战的2队，打到最后就会变成先输的1号种子，比如这次 LCK 的1号种子韩华嘛，那他就要先接受我们 A 瑶的挑战。OK，A 瑶没有挑赢，那作为低顺位的队伍打得不错的话，滔博他就有一个多看1场的优势。那如果滔博在对手连战加多看1场的优势下 ，BO5 那都还不赢，认了，你们牛逼 ，OK， 明年再打。而如果有队伍爆种，比如兵哥直接带队4号种子标具连斩3个 LCK 队伍，最后打韩华力竭而输，即便输了，但舆论是不是也会反转？谁不能说一句操，兵哥牛逼？当然，这种赛制下也可能出现Faker 带着 T1 直接4-0光速剃头 LPL 最害怕的一集，那真的永世不得翻身，且找不到借口了。但他就是能够创造故事，创造话题啊！难道大家不想看哥哥坐镇1号种子，死守官邸，连赢3天逆天改命的故事吗？我们甚至可以再稍微多一些规则变化，比如出场顺序我们可以变，但你上场了就不能下来，那是不是就有可能1号种子上去连吃3个，然后再剩个什么3英战吕布？那或者4号种子兵哥带队上来，先3-2把宙斯带的韩华给拿下，然后我们自媒体加班刚吹3个小时，结果第2天突然又被 DK 3-0光速踩头，大家马上取个牛逼。就我觉得，反正这个规则下来的洲际赛绝对比什么勾8先锋赛好看100倍，而且每天打完你都会期待明天的比赛，不会像先锋赛那样，除了中韩、中欧、欧韩外，你就没有什么刺激的可以看了。这个 COF 洲际赛是可以加各种规则，让比赛更刺激的。比如当场上只剩2队，就最后一个 BO5 嘛，且打满只剩最后一把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不 solo 选边了，我们就直接盲选。我操，比赛要真的能够打到这个份上，我都不敢想有多爽。而且这个还真不是我随便拍脑门为了盲选而盲选的，而是因为第一赛段的版本本身就很容易偏向蓝色方，大概率就是蓝色方在 BP 上血优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打到第5把又是2个赛区的决胜，此时我们抛开 BP 直接来盲选定胜负，是不是很合理啊？找不了任何借口的死斗啊！当然输了也能说了，匹配打草啦，选择阵容被爆啦，经验不足啦，反正就是这个赛制下，我感觉怎么打都很爽啊，大家懂不啊？更重要的是呢，这种比赛对后面第2赛段会有很强的刺激作用，因为洲际赛造星名场面是很多的，大家都会记得克烈帮你打回第5盘的这些很有凝聚力的时刻。之前洲际赛为什么后面有点拉了？因为当时赛区太多了，强弱分明比较明显，所以很多小赛区的对抗赛它没有流量，而且 BO1 也不刺激，队伍都还累。但现在不同啊，小赛区全部合并，只有5个大赛区，那
那可以按世界赛成绩进行区分，比如去年8强成绩最好的是北美队伍，那就先让亚太的 LCP 和欧洲的 LEC 先打，那打完了胜者再和 LEC 的打，而 LPL 呢就和 LCK 打呗。当然肯定还有很多问题，比如什么门票怎么卖，但这些规则细节都是可以讨论的呀。洲际赛的问题其实就是 BOE 它不好看，赛程长，而且垃圾对局多，除了赛区荣誉毫无价值。而先锋赛的问题呢，在于参赛队伍少，故事性和含金量低。那现在 COF 赛制加洲际对抗的形式，不就完美解决了吗？之前洲际赛不搞了，有疫情的原因，也有规则本身就不合理，因为比赛是在夏季赛打的，而决定去的队伍又是按春季赛的排名，所以难免一开始就有点不公平，就属于鸡肋。但现在3个赛段了，把洲际赛拿出来放在第一赛段末，既不影响 MSI 太多，更不会影响 S 赛的含金量，更有刺激联赛提振第2赛段的作用。兄弟们，我越想越觉得我去拳头做电竞部门负责人，感觉就真的有了。现在赛事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随着赛事历史的增加，能够刺激到大家的比赛反而变少了。MSI 我们拿了挺多次，现在 MSI 你也不能说不要，但你即便多一个，我说实话大家也没有那么在乎了。现在不是 S 赛淘汰赛，大伙其实都有点难嗨起来。串子为什么越来越多？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比赛本身能刺激大家的点太少了，大家更愿意看乐子，什么越南战俘啊，什么1号种子16强回家。而想改变这些，除了煽动民粹，我认为就应该造一个很刺激的赛制，这才是改变的关键。我反正觉得我思路挺好的，大家觉得我这个思路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，那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方案推给拳头的人。所以麻烦兄弟们点赞、收藏、3连、转发，讨论一下。好的，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